朋友們，法國隊真的太強了，這樣的前場組合夢幻恐怖。世界杯進行到現在，西班牙的攻擊讓人失望，英格蘭就別提了，巴西最好的還是維尼修斯，阿根廷太依賴梅西，梅西又太老，所以純从紙面實力看，沒有哪個隊比法國更強，以至於今天面對法國的挪威隊主動選擇了放棄，用下等馬對上了法國的上等馬。而賽後挪威主帥面對記者的提問，他說，有球迷花光所有預算來看哈蘭德，我不接受道德綁架，我們的恢復窗口是最短的，所以輪換的決定不言自明。是的，老 K 知道作為球迷肯定許多人罵死了他，但你相信我，1年後、2年後、4年後，人們都會忘記這一切，只會記得最後哪個隊的成績最好。所以感謝大家點開老 K 足球新聞，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好，今天的比賽結束以後，替補登場的哈蘭德跟姆巴佩熱情擁抱，相談甚歡。咱們魔人布歐的情商是真的高，他還找到了曼城的隊友切爾基交換了球衣。對他來說，一個是好好休息，準備淘汰賽，另外他漂亮的女友不斷的在社媒發照片，咱們也不得不提呀。今天挪威主教練田忌賽馬，哈蘭德和厄德高全部替補，竟然有多達10名主力大輪換，搞得對面法國的助理教練也很驚訝。但好消息是，明天下午回家奔喪的德尚就會回到美國跟法國一起參加訓練，所以大家期待已久的這一場新時代的梅羅之爭，姆巴佩跟哈蘭德的正面交鋒，就這樣被姆巴佩打在了一團棉花之上。而另外，外界不懷好意的人想炒作姆巴佩跟鄧貝萊的矛盾，那也是想多了，這兩位鋒線搭檔從13歲就已經認識了，所以前面2場奧里賽和姆巴佩踢得最好。今天第3場小組賽，鄧貝萊上演帽子戲法，當選 MVP。法國前場這3位超級巨星各拿到1次 MVP。而3場小組賽，姆巴佩4個進球2個助攻，鄧貝萊4個進球1個助攻，奧里賽3次助攻，太強，真的太強！姆巴佩的身價 1.8 億歐元，奧里賽 1.5 億歐元，鄧貝萊1億歐元，還有法國隊身價 1.2 億歐元的金童杜埃也在這場比賽取得了進球。法國3叉戟的配合是越來越好了，就是左路一直融入不進來，無論是杜埃還是巴爾克拉，稍微有一點點不協調。相比之下，巴爾克拉看起來還好一點，因為他不吃球權，爆破能力也更強。而現在法國隊持球肯定是先交奧里賽，先交鄧貝萊。以法國現在的實力，這支球隊仍然以姆巴佩為核心。3場小組賽，姆巴佩做到了絕對核心的實力，當今世界技戰力第1人，沒有人敢不服。可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今年很有可能還是鄧貝萊的金球獎，不僅是世界杯、歐冠冠軍也是鄧貝萊的。那麼至此，德尚治下的法國隊4次參加世界杯小組賽全部以頭名出現，所以齊達內雖好，未來上任之後成績這方面還未必能夠超越德尚。最關鍵在德尚手下的法國隊還沒有內訌的傳聞。過去姆巴佩跟大吉魯還有點小矛盾，但很快就被德尚摁平了。這一屆的法國隊拿到了1998年世界杯奪冠後的首次國際大賽的小組全勝。1998年小組賽3勝，最後是冠軍。那麼2026年呢？好，那麼國際足聯今天成為了最大的輸家。從世界杯抽籤一出來，就在宣傳哈姆大戰，哈蘭德對姆巴佩。結果姆巴佩最後1分鐘也不上，而且比賽的主角變成了第3人鄧貝萊。還有鄧貝萊有情有義，今天帽子戲法之後做的是 K77 的慶祝動作。K77 的國家隊弱，沒有機會進入世界杯決賽圈，這是讓隊友 K77 也有點參與感。但客觀講， K77 做這個動作是出了名的帥。鄧貝萊同樣的動作做起來，不說是東施效顰吧，怎麼有點猥瑣呢？之前的鄧貝萊進球之後打電話，那也是阿什拉夫之前做過的。好像老 K 記憶裡面，鄧貝萊就沒有什麼自己專屬的慶祝動作。但不重要，不重要，鄧貝萊發力了，那就像給法國的爭冠之路上了雙保險。而旁邊還有個最有突破和組織能力的奧里賽。今天奧里賽打了60分鐘之後，一下場，整個法國隊的進攻威脅就差了好大一截。儘管他只是輔助位，儘管今天也算踢得一般，但這也可能是法國隊的前腰確實難踢，球權不夠分，攻防兩端又要全面又要一體，被擠壓了空間之後，就只能頻繁的回撤滿場跑。現階段奧里賽在右路能夠制造的進攻威脅更大。另外21歲的杜埃還模仿了他過去偶像內馬爾的彩虹過人，感覺踢得有點緊，但最後有一個進球也讓大家無话可說呀。他的天賦和技術動作從一開始老 K 就覺得特別像內馬爾，踢球很大膽，很有想象力，
比有些公式化足球只有速度但技術糙的踢法要有趣多了。而在对陣挪威賽後，在接受巴西媒體採訪之後，杜埃還非常開心地獲得了一件內馬爾親筆簽名的球衣。記者還給杜埃看了內馬爾發來的視頻。Então, o que, moleque? Eu não vem nada, velho. Eu acabei de mostrar o vídeo pra ele do Neymar. Obrigado, Neymar. Tipo o quê? Obrigado, Neymar. Ó. Pour les craques doués, un grand câlin de Neymar. C'était chaud d'avoir ça, donc envoie un message à Ney. Obrigado, Ney, obrigado. Il est super fan de toi, il m'a demandé... Moi qui suis fan de lui. Je vais lui donner mon maillot, bien sûr. Je suis fan de toi et de Neymar. Et c'est à moi de donner les maillots pour Neymar. Donc quand tu me vois, tu me donnes les maillots. Ok, on fait uma foto ensemble, como ça j'envoie Neymar. Já traduzo tudo, gente, peraí. Aí. Aê, Neymar, deu certo. Ele falou que vai te dar o coisa. Obrigado, Neymar. Merci, félicitations pour ton... Merci beaucoup, merci. Abraço. 記者說，內馬爾可是你的超級粉絲啊。杜埃說，我才是他的粉絲，我肯定也會把我的球衣送給他的。那麼現在在足球場上最像內馬爾的一個杜埃，一個亞馬爾，這也算是有了兩個正牌傳人。好的，4-1擊敗挪威隊。挪威很可惜替補出戰，1-3的時候還獲得一個點球，但尤爾根拉森主罰被麥尼昂撲出。那麼今天比賽，登貝萊第32分鐘的進球是本屆世界杯開賽至今182個進球裡面的第一個由全隊11名球員都共同參與的進球。這法國隊的技術之好，傳控水平之高，真是可見一斑呀。還有登貝萊今天的帽子戲法是世界杯第4位戴帽子的當屆金球獎得主。歷史上前面有1966年的葡萄牙的尤西比奧，1982年德國的魯梅尼格，2018年葡萄牙的 C 羅，還有就是今年的登貝萊。而有了登貝萊的發揮，法國隊成為自1974年以來首支在世界杯前3場有2名進球4加球員的球隊。法國隊確實是美麗的足球，獨一檔的實力，前場美如畫，只可惜後場也是爛如渣呀。讓人唏噓的是，博格巴今天也曬了照，他正在看法國隊比賽，才只有33歲的年齡，但博格巴的職業生涯幾乎已經廢掉。如果自己不作死的話，其實這場比賽博格巴起碼能做替補席。而姆巴佩今天第一腳助攻，也讓大家都想起了過去法國隊的博格巴。此時此刻，你會想念曾經的那個無所不能的自己嗎？可惜滾滾長江東逝水呀。新的法國隊在隊史上首次連續4場世界杯比賽至少都打進了3球，這是將4年前22年世界杯決賽法國隊3-3戰平阿根廷的比賽也計算在內。今天他們不僅小組全勝，而且進球10加以上，也是世界杯歷史的第7支隊伍。所以至此，本屆世界杯首個1/4分區已經確定，德國對巴拉圭，法國對瑞典，這兩隊的勝者將在1/8決賽相遇。德國對法國的大戰很可能上演，而南非對加拿大、荷蘭對摩洛哥兩場比賽的勝者將在1/8決賽相遇。簡單說，也就是法國、德國、荷蘭只有一支能夠進入4強。我想70%以上的人可能都會選法國吧。沒辦法，世界杯就是這樣，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這個小組另一場比賽，由於伊拉克隊13分鐘就被罰下一個，塞內加爾5-0狂勝，成為了首支在世界杯上單場打入5球的非洲球隊，創造了歷史。而每一次這樣的背景板總是羸弱的亞洲球隊，所以這一組法國和挪威已經直接晉級，塞內加爾有很大機會以成績最好的小組第3名身份出現。而替補出場2個進球1個助攻的帕普蓋伊當選了全場最佳，這順便也讓焦急等待的韓國隊的希望又滅了1分。這比賽打一場，韓國隊的希望就少一場。如此的慢性出局的方式比直截了斷還要痛苦幾百倍，也就只有巴西隊幫了韓國一把。現在看來很可能塞內加爾就是末班車，最後淘汰的可能是比利時那組的第3，西班牙那組的第3，還有蘇格蘭和韓國。另外一方面，今天打進1球的伊斯梅拉薩爾，他成為了塞內加爾隊史世界杯第1射手，至今在世界杯已經打進了第4個球，就此超越了已故的名宿迪奧普。另一場，巴拉圭跟澳大利亞戰成0-0，憑借這1分，澳大利亞以小組第2晉級了32強，巴拉圭積4分，小組第3，也有很大的概率晉級。這一場打得並不開放，上半場澳大利亞更主動，主教練波波維奇也進行了大幅度的輪換，而下半場巴拉圭起了勢，真正能推進的人還是恩西索。戰術方面，巴拉圭開場改用5後衛，
意圖是增強防守的穩定性，並且利用兩翼的通道推進。但這個安排沒有達到預期，球隊分球過多，很快就丟掉了球權，進攻的配合很困難。澳大利亞隊呢，更像是5-2-3或者5-4-1之間切換。进攻的時候，博斯在右路前插，沃尔帕托内收到右側的内部区域接球，形成了他們上半场最主要的推进線路。而在最後，澳大利亞切換到更清晰的5-4-1，接受0-0的局面。這場球雙方創造的機會質量都很低，但對澳大利亞來說，能夠出線，能夠進入淘汰賽，這已經足夠讓人高興了。在舊金山灣區體育場，大家本來情緒很高，可比賽太平淡，觀眾們只能用人浪自娛自樂，所以這可能是本屆世界杯史上最難看一場球。不過也造就了澳大利亞歷史上第3次從小組賽出線，他們已經連續2屆進入了淘汰賽。比賽踢完，兩邊加起來總的 XG 只有 0.83， 也創了俱樂部歷史上的第6低。而史上 XG 最低的是22年世界杯阿根廷2-0戰勝墨西哥，那一場雖然進了2個球，但總 XG 只有 0.59。 當時墨西哥的防守幾乎滴水不漏，迪馬利亞夾縫中給梅西傳了球，梅西進了個遠射，之後恩佐兜了個遠角，都不是好機會。那一場如果不進球打平，阿根廷連出線都很難，更別說22年世界杯還奪了冠。那麼另一方面，大家似乎都在想辦法，怎麼擠掉韓國怎麼來。韓國队吃虧可能在於赛程，他第一個進入了待定區，後面的球隊就盯着韓國進行積分的計算。這想起了04年丹麥和瑞典那場球，那才叫真默契，不僅打平，連雙方2-2進多少個球都已經算得很精確了。那也是意大利痛苦的回憶，04年的歐洲杯。土耳其对美國中場絕殺，這打小組裡最強的美國反而取勝，打最弱的2個澳大利亞、巴拉圭反而都輸了球。當然，今天的美國隊也是大幅度的進行了陣容的輪換。說穿了，我已經出現了，不認真陪你玩了。今天比賽場上非常有趣，為了制造前場壓迫的機會，美國隊球員雷納開球的時候直接將皮球踢向了土耳其的後場邊線，而且超級精準，竟然命中了腳旗杆。這也使得土耳其當時無法通過邊線球從容組織後場出球，最終美國隊還通過積極拼搶迅速拿到了球權。美國人平時太喜歡打高爾夫，看來這轅門射戟的傳說過去是存在的。而今天在第97分鐘50秒，土耳其的絕殺，這也是世界杯歷史上沒有進入加時賽在比賽裡第2晚的絕殺。最晚的一次出現在上屆世界杯，伊朗2-0擊敗威爾士，97分56秒，伊朗队的切什米打進絕殺球，甚至那場比賽最後2-0，后來雷扎揚還進了一個。那麼土耳其首場比賽沒有在意，關鍵的第2場狀態又不好，在已經被淘汰之後，第3輪榮譽之戰終於重拳出擊。而美國隊這邊，普里西奇傷癒之後狀態有些太萎靡，最後10幾分鐘替補上來被對方穿襠過人，還造成了丟球。淘汰賽普里西奇的狀態能不能恢復到最佳，這關係到美國隊能走多遠。那麼雙方的戰術方面，土耳其終於打出了前2場缺少的東西。今天在中路非常具有創造力，前場也敢壓，反擊和小範圍的配合更堅決。在對美國這一戰，土耳其隊第一次看起來那麼快，那麼主動，尤其是居勒爾在中路組織的時候，球隊的層次明顯提高了。但球迷們就想問，股票漲起來你知道要買，犯了錯誤判刑了你知道要悔改，車撞樹上你知道要拐，這大鼻涕都流到嘴裡了你才想起來該甩。所以這就是土耳其的遺憾，不是沒有能力，而是能力釋放得太晚，最後的一場被淘汰之後才打出來流暢的進攻，說明還是主教練蒙特拉應該要承擔責任。而美國隊儘管是輪換替補出戰吧，但真正嚴重的不是輸球，而是2個風險。第一，替補防線在高壓之下不夠穩定。第二，淘汰賽如果遇到輪轉速度快、前場個人能力強的球隊，那美國隊4后衛保護內部的問題可能會再次被放大。那麼今天的關鍵人物是居莱尔，他是進攻質量提升的核心，他的進球不僅扳平了比分，也讓土耳其進入到自己的節奏。他在中路拿球的時候，可以把美國的後腰和中後衛之間的空間給拉開，也就能讓自己的队友跑动起來更有意義。而美国队這邊，貝爾哈特是最有價值的球員，他既有角球助攻，又有下半場的扳平進球。他也是自1966年有統計以來，首位在世界杯單場同時為美國隊貢獻了進球和助攻的球員。那麼賽後，輸球並不改變美國小組第一的形勢，他們6分晉級32強，接下來將在7月1日對陣波黑。現在看來，進入16強問題應該不大。
美國足協已經向主教練波切蒂諾提交了一份為期4年的續約報價，具體的決定將在世界杯後做出。他們之間的對話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但今年4月曾與波切蒂諾在南安普頓共事，並且協助他這次執教美國足協的體育總監克羅克已經突然離職，前往沙特任職，所以人們普遍會猜測波切蒂諾手上的邀約應該不少。這一次帶世界杯，他打出来了東西，未來無論是想回到5大聯賽，還是去沙特聯賽撈金，選擇應該都是挺豐富的。好在對美國來說，這一場也是有用的警告，淘汰賽不能再只靠前場火力和主場的气氛了。就跟 NBA 一樣，贏多贏少看進攻，贏不贏球看防守，防線的結構必須要更緊。今年搞不好美國队可以衝擊4强。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讓我們明天再見。